如果给你无尽的财富、顶级的文凭、一份体面工作和一段不错的婚姻，你还要不要奋斗？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生活，但对于富兰克林·罗斯福来说是十分的难受。全纽约的权贵都以为这个只会跳舞撩妹，在哈佛科科拿 C 的纨绔少爷，这辈子算是彻底交代在岁月静好里了。外人根本不知道，放进锅里的根本不是什么待宰的青蛙，而是一头正在觉醒的政治怪兽。它不仅没有被世俗煮熟，反而在黑暗的锅底，靠着咀嚼痛苦和冷眼旁观，静静地磨出了那副日后用来撕裂美利坚旧时代的嗜血獠牙。19岁的罗斯福，爱情总是来得这么快。大日快结束时，在回海德公园的火车上遇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，同为罗斯福家族的表妹埃莉诺。两人其实算发小，罗斯福5岁时还把2、3岁的她驮在背上打滚。如今多年未见，埃莉诺简直像换了个人。15岁时的笨拙一扫而空，她长高了，身姿苗条优雅，穿着成人的套装和长裙。一认出这位风流表哥，她脸上绽放出惊喜的微笑，伸出了优雅的手。虽然她还带着家族天生的秃牙，上面甚至套着矫情钢丝，但她就击穿了少爷的心房。两人在火车上一路的聊，刚在欧洲完成了3年教育的埃莉诺给小罗斯福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当他讲到开明作风、个性主张和人道主义时，少爷彻底坠入了情网。邂逅之后，罗斯福开始了疯狂追求，乡间宅地、纽约的宴会，到处都有他凑上去的影子。毫无疑问，他美国总统侄女的身份是至关重要，但他本人的聪慧和那双令人迷醉的眼睛同样让他上头。罗斯福的日记里，埃莉诺的名字开始频繁刷屏。陪老妈在纽约买圣诞礼物时，他甚至中途脚底抹油，偷偷溜去同埃莉诺一起喝茶。那年冬天，两人的恋爱谈到了国家的心脏——华盛顿。现任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喊埃莉诺去白宫度假，而小罗斯福则被埃莉诺姑妈请去过新年。长辈们顺水推舟，安排他进白宫和埃莉诺一起喝茶。1903年元旦，他站在权力的内圈，看着满面红光的总统和成千上万人握手。晚上看戏，他就挨着埃莉诺坐。他在日记里暗戳戳地写下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天。埃莉诺有着极其强烈的社会道德心，他从小被父亲带着参观过报童住宅和纽约矫情医院。回到纽约后，他立刻加入少年联盟，去贫民窟教舞蹈；加入消费者联盟，去调查做人造花和羽毛的血汗工厂。他亲眼看到只有4、5岁的小孩坐在桌子旁边劳作，有的简直累得晕倒了。在那个连收肩首饰都算放荡、婚前绝不能接吻的保守年代，小罗斯福不顾一切地跑去贫民安置区找他。有一次，埃莉诺带他走进一间冷如冰窖的破屋，去探望生病的学生。那一刻，一直在象牙塔里背诵经济学原理的哈佛少爷三观碎了一地，他心里十分震惊，嘴里不住地说：“真不敢相信，人竟会过着这种生活。”这不仅是爱情，更是一次阶级痛感的觉醒。1903年11月21日，埃莉诺应罗斯福的邀请去看哈佛大学对耶鲁大学的足球比赛。在比赛中，罗斯福当啦啦队队长。他在日记中用自己才看得懂的密语写道：“午饭后，我与我的亲爱的人做了一次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散步。”就在那个静谧的星期日，当二人在那熟悉的地方散步的时候，罗斯福向他求婚了。埃莉诺并没有立刻答应他，他回到纽约之后，把罗斯福向他求婚的事讲给外婆听。霍尔夫人问他是否真的爱上了他，埃莉诺郑重其事地回答：“是的。”这个时候的埃莉诺在一家移民服务所任教，并为消费者联合会调查女性的工作条件。她的同情心和敏感性给罗斯福打开了一个新的社会视野。埃莉诺对罗斯福求婚这件事在后来说：“这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事，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俩都很年轻，而且涉世尚浅。”罗斯福的母亲莎娜对儿子突然宣布的婚约感到不知所措。她自从丈夫死后一直守寡，她本来希望儿子能陪伴着她，在海特公园安定下来。她对罗斯福说：“你们年纪太小，不宜很早结婚。”不过最终还是妥协了。这对年轻人正式宣布订婚后，埃莉诺的叔叔西奥多·罗斯福总统首先向他们表示祝贺。西奥多表示：“我很喜欢埃莉诺，好像她是我的亲生女儿一样。我喜欢你，也相信你，祝愿你们永远幸福。”他不但答应去参加定于1905年3月17日举行的结婚典礼，而且还答应他要亲自去把新娘交给罗斯福。西奥多总统是主婚人，他在结婚典礼中将新娘交给新郎。婚礼会场有一群警察、联邦调查局人员、便衣侦探和情报机构人员，他们是不管总统走到哪里都必须跟从着保护他的。婚礼结束后，罗斯福夫妇即将前往海特公园共度1星期的蜜月旅行。随后，这对年轻的夫妻按照传统去欧洲度蜜月，在伦敦住在布朗饭店，在巴黎参观画廊，在威尼斯的月光下乘狭长型平底船游览，横穿阿尔卑斯山脉，悠闲地向北旅游，最后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庄园看望亲戚。1905年秋天，这对新婚夫妇度过蜜月归来以后，关注的是眼前的事情。1906年5月，罗斯福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安娜出世了，是个女孩，他们以母亲之名给她取名为安娜·埃莉诺。1907年秋天，从哥伦比亚法学院退学的罗斯福靠关系进了华尔街54号的律所当书记员。他开始遇到从未接触过的各色人物，对那些人来说，拥有15或20块钱就是富有。他们只有一套外出服，并且可能是从旧货店里买来的。那些人有高的、矮的、黑的、白的，干净的及不干净的。假如偶然有一件案子使罗斯福接触到地方政坛，他便能够了解到当地坦慕尼派如何鱼肉百姓。以前他对美国的认识可能来自家庭、学校、报纸等间接来源，多多少少带有理想化色彩。
罗斯福在当律师的这几年，其实是在进行一场深度的美国病理学调研。他看清了美国社会的极度撕裂，看清了资本主义在狂飙突进时留下的那一地带血的鸡毛。他慢慢的对这份工作感到厌倦，甚至厌恶。他觉得不应该这样。他那段外人眼里不错的婚姻关起门来却满地狼藉。由于罗斯福过于精力旺盛，在当律师期间和妻子生了6个孩子。妻子艾莉诺不仅要承受10年生6胎的折磨，小儿子夭折的剧痛，还要忍受强势婆婆对这个家绝对的控制权。当罗斯福下班回家，看到怀孕的妻子坐在化妆台前崩溃痛哭，我不喜欢住在一栋完全不属于我的房子里，这里没一样东西合我心意。这个连自己老婆的眼泪都搞不定的男人感到了深深的无力。他不再满足于当一名小小的律师，因为一宗法律事务，罗斯福结识了一位民主党领袖，两人聊得火星四溅。这位老谋深算的政客突然抛出一个鱼饵：老弟，有没有兴趣代表哥伦比亚、普特南和荷兰郡去竞选州参议员？那个选区是共和党把控了几10年的铁票仓。民主党领袖之所以找上罗斯福，根本不是觉得他能赢，而是看中了他钱包里的竞选资金，以及罗斯福这个能制造点新闻声量的金字招牌。而罗斯福欣然接受，因为他正等待这么一个机会。1910年，28岁的罗斯福正式踏入政坛，并且打出核心的竞选口号：我不依附于任何人，不依附于任何特殊利益集团，也不依附于任何金主。